扎波罗热大战，穿越机又成了明星。俄乌战争之后，是否应该出现新的兵种？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陆小飞。从海湾战争到今天的这个俄乌战争啊，每次国际上爆发这么大规模的冲突，都会吸引很多人加以关注。当然了，不同群体关注的方向是不同的。只要观察一下各个媒体、各个消息的评论区，就会发现，咱们很多人呢，其实是跟球迷看足球一样，喜欢哪一方就喊哪一方必胜，对阵双方的球迷呢，还能互相扔酒瓶子。但是咱们中国老百姓都有几十年的经验了，知道电视机前的球迷啊，他们的数量跟嗓门对赛场成绩其实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只不过同样的道理呢，放到俄乌战争上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是很多人就是不懂。当然了，还有些人跟机构在这些战争中更关注的是新技术和新装备在战场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改变了战争的样式，这种改变会不会让自己的装备体系脱离时代，未来要如何掌握发展方向，塑造有利于自己的战争游戏规则。用这样的心态观察战争，总结双方的经验教训，其实对自己的国家才是最有价值的，而且这种观察是绝对不容忍任何感情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观察一下最近扎波罗热大战，以及近期其他国家针对俄乌战场作战样式变化所做出的一系列反应。这次战斗中呢，俄乌双方都拿出了视频，显示用穿越机携带炸药攻击对方装甲车辆。比如说，俄罗斯方面展示的视频呢，疑似是穿越机准确攻击了豹 2A6 坦克炮塔后侧的薄弱部位，还有呢就是攻击特72等其他车辆的记录。乌方展示呢是用穿越机攻击了俄军的步兵战车，据说呢还用一架无人机在空中抓捕了2架俄军无人机，貌似可能是带了一张网吧。这个呢也不奇怪，前几天在北京那个警用装备博览会上，带着捕网枪专门抓捕无人机的无人机也在展台上亮过相了。这些视频呢都证明，一个普通的士兵用极其廉价的无人机或者穿越机，就已经可以独立的在较远距离上对战场进行侦察搜索，并且直接攻击对方的重装甲目标。你像穿越机这种东西，速度远远低于反坦克导弹，但是呢一样不容易被拦截，而且它牺牲速度带来的飞行控制能力的提升啊，还可以让打击精度比反坦克导弹更高。至于说成本，就算用上热像仪，这些无人机也不过是人民币几千到几万的单价，要比几十万美元一枚的反坦克导弹呢是低多了。所以美国现在呢已经开始呼吁把4旋翼无人机作为正式装备，普遍配备给基层部队，而且呢也在考虑用巡飞弹蜂群替代现有的海尔法反坦克导弹。所以我觉得中国也应该及早利用我们现有的优势，在无人机应用方面先把顶层设计做好。既然前面说到一个士兵可以用无人机在远距离隐蔽条件下有效攻击各种目标，那么我们再想一下，如果这个士兵的操控平台能够同时指挥8架无人机发起攻击，进攻不同的目标呢？2021年在珠海航展上亮相那个深圳华擎的35克的微型无人机，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再有，如果这个士兵所携带的无人机有不同的子型号，可以针对不同的类型目标呢？再有，如果除了随身携带的小型无人机，这样的士兵还能形成战斗小组，配备车载的体积更大的航程更远的无人机或者巡飞弹呢？单兵还有小组作战能力控制范围都是已经大幅度提升了，而且任何一方在战场上暴露自己，代价都会比以前更大。这就说明我们有可能看到战争样式又一次的巨大变化。所以啊，我觉得这几乎就要催生出无人机步兵这么一个新的兵种专业了。如果真的出现这么一个兵种专业，那么就需要解放军的组织机构中应该要成立一个配套的相应的机构，统一协调全军步调。毕竟不能像现在这样各个部队自己买无人机自己探索自己琢磨，而是要成体系成规模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机构如果成立了，就应该负责编写训练大纲，开展战法研究，组织部队进行集训。这些集训后的人员在演习作战中分散到各个营、连排甚至是步兵班进行使用。这个机构呢，应该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人机装备的研制、定型、采购，要制定国军标了。毕竟啊，军用这些无人机跟民用的不一样，它肯定要有抗干扰的加密的数据链来实行信号传输、目标分配等等操作。
并且还必须有一定的人工智能水平嘛。这些组织机构方面的建设工作，我们要是不做，美国反正也一定会做。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不能等在美国抢在我们前头。最后还有一点啊，毕竟现在战争的这个装备不仅要先进，还要控制好成本，要经得起消耗。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优势了。我们可以很好的去发挥军民融合的作用。毕竟，光是在深圳就有13000家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厂商。